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關心到的是張幼霞這一次的落馬真相，我們就在節目上會來做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連紅二代也沒有免死金牌了，趕快來看到是解放軍內部的一個最新的震撼彈，就是這兩位了，包括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幼霞跟聯合參謀部的參謀長劉振立兩個人，因為在這邊涉嫌嚴重的違紀違法，遭到立案審查做調查。那麼我們看到解放軍報是怎麼樣做形容了，他特別形容到了他們嚴重的違法，包括了5個嚴重哦，像是違紀違法、破壞政治紀律，還有損害軍隊形象、備戰打仗等等，所以遭到調查。更關鍵的是，其實有2句話，他說呢，在黨紀國法面前，身份是沒有豁免權的，就算你過去有功勞，也不是抵罪券哦。那麼這次落馬的張幼霞，大家會很驚訝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身份、他的背景非常的不凡。他除了是紅二代，是開國上將張宗遜之子之外，張幼霞更被視為是根正苗紅哦。他的這個紅二代背景，而且呢，他還是第20屆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地位之高。外界流傳2個人落馬的原因，除了說現在傳出來的種種原因之外，其實外媒也做了非常多的報道，特別提到說有涉及到像是間諜案，給美國一些情報，或者是兵變。但是呢，張幼霞我們剛剛講了嘛，他的地位之高，還有解放軍2把手的稱號，真的有可能這樣子做嗎？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其實這個中國大陸官方對於張幼霞這次的這個落馬哈，他提了5點，大家都是嚴重的啊。當然，解放軍報講的是比較簡單的。那事實上，軍方的發言人講的是比較詳細的，一共5點。那這裡面沒有很明確講到是貪腐，沒有提到貪腐這2個字。可是呢，是嚴重違紀違法。這裡面呢，就是說，我覺得5個嚴重裡面，第2個嚴重啊，聽起來真的是蠻嚴重的。為什麼呢？他說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軍委主席負責制，也就是說啊，中央軍委由主席負責。那張幼霞是副主席。所以你對於主席的這個哈，你的這個服從性，或者說你在政見上有沒有特別的堅持啊？讓怎麼講呢？讓主席很難做裁決。那這個第2點講完，講第3點啊，他說嚴重助長黨內哈，嚴重助長影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危害黨的執政根基及政治及腐敗問題。這邊提到了腐敗問題。那這裡面就變成了哈，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建軍思想從一開始就什麼，黨指揮槍，槍不能指揮黨，也就是政治指導軍事，軍隊軍事是要達成政治目標的。那所以軍隊要對政治絕對服從，不能夠因為啊，你從所謂的全軍事觀點啊，那麼你去把政治觀點把它怎麼放到一邊。這個我記得大陸有一些文章就是說反對純軍事觀點，反對純什麼觀點，基本上就是說你不能拿軍事的理由把政治的目標哈擺在一邊，或者政治指導擺在一邊。所以我看了這幾個其實是蠻嚴重的。是。那這個也就是變成就是一般到了這個位置來的這個啊，尤其解放軍從真正解放軍基層做起來的這些將領來講啊，這些是蠻嚴重的。因為你到了最上層的，你已經不是帶兵打仗了，你是要服從黨最高的政治方針，要不然你不軍隊都成山頭了，對不對？都照軍隊的想法來做事的話，那軍隊有的時候是我們從中國的歷史上，古今中外歷史上，那個對於整個國家的這個運作哈，會變成不是一個正面的。所以我覺得這5點講起來的話，真正也顯示出來，那麼目前可能有一段時間在大陸的這個中央軍委的高層啊，有一些現象存在。那這些現象就造成了，那張幼霞跟劉振立是中央軍委的委員嘛，中央軍委委員哈，那的落馬啊，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以目前我覺得大陸的政治風氣就是很清楚，政治文化很清楚。第一個就是說貪腐你不能碰，
貪腐沒有上限啊，打貪沒有上限，不是只打蒼蠅、老虎啊、獅子啊，甚至赤紅赤鳳啊，照樣一律都打，沒有位階的問題。第二個就是說這個基本原則，尤其在軍委會來講的話，就是黨指揮槍，政治是高於軍事，軍事思想要附着於政治思想之下的。那麼這個大陸的講法就是軍隊解放軍是黨達成政治任務的這個忠誠的骨幹，那這個是一個原則。如果這個原則出現問題的話，真的是沒有上限的不會說當然不是說無限上綱，可是呢，不管職位再高，不管職位再重要，還是在這兩個大原則之下、大的紀律之下，那是沒有辦法過關的。是，好，所以我們也要看到說，那2位高官現在落馬，對於說这個軍委人數現在驟減，會不會接下來衝擊到槍桿子政權？等一下請上志哥帶我們看。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其實從2022年的第20屆中央軍委成立以來，本來應該是有7個人的領導班子，實際上呢，現在其實只剩下2個人了，包括了習近平跟張生明2個人。那畫面上 CG 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整理出的一系列從2025年6月開始，各個委員進行的，不管是黨的開除、軍籍，或者是立案調查，當中包括了李尚福、苗華、何衛東、劉振立到張又俠等等的人。那外界有解讀說，現在軍委人數變少了，有2個解讀，一個解讀是說，代表說習近平未來的權力也高度集中了；另外一個解讀是權力不穩。那上志哥又怎麼看？現在所有在外面傳說對於習近平在軍事方面的權力不穩的，大家基本上都是像法輪功一些外圍的宣傳組織。只要對中國大陸有一些真正了解的人，都知道現在習近平的權力穩如泰山，到難以想象。那為什麼這樣講？其實特別是這一次，連張又俠都能夠拿掉或落馬。那就顯示說，因為張又俠之所以升任，主要就是他跟習近平他們2個人的爸爸當時就一起在打仗的。所以過去在軍中的2個人的爸爸都已經世交之好，那麼習近平跟張又俠基本上都是可以說小時候在一個大院裡頭一起成長的，彼此知之甚深哦。所以在這個過程裡，最後還是把你自己這個發小拿掉，這必然有一些絕對性的原因。那麼除了剛剛其實大使所提到，我認為這裡頭個人認為最大關鍵是第一個當然貪腐啦，沒有話說。第二個當然其實就是在他們自己的5大的問責，就是說張又俠的這裡頭最重要的其實就是他干擾了軍委主席習近平在軍事上的意志。其實我們不得不說，在過去在胡錦濤時代，當時後來在2012年，當時就開始開除掉。就把這些貪腐的又亂搞的這些軍委副主席，我想印象最深刻的其實就郭伯雄跟徐才厚，他們那時候架空胡錦濤的嚴重性，就眾所皆知，事後也被驗證了。所以這個軍權權力再大的時候，這些副手們不要說是他們自己無視於國家領導人，而且他們自己本身一個上將，各位算算他底下有多少中將、少將，一整串怎麼講？大粽子或大葡萄一整趴都是他們同甘的人。現在你端掉一個上將，大概就我私下了解，大概上下超過100人到200人，這些所謂台灣說的中校、上校以上手上有實權人是全部都要拿掉的，因為這個貪腐是一個連帶性的東西。所以這就可以知道，不是習近平大權在握，而是習近平下了多大的決心。這樣子的魄力到整個軍委，過去軍委5人7人，乃至到現在只剩他跟張生明，而且張生明是去年才剛上來的，而且眾所知道張生明沒有打過仗，張生明自始至終不能說是文官，但他自始至終都理解是他就是幫習近平在軍中清除貪腐的最關鍵的人。那麼升上來之後，才不到半年期間，張又俠就被弄掉了。而且其實我們都知道，這2天在美國的媒體裡頭，《華盛頓郵報》就指出，甚至更嚴重的披露一個秘辛啦。但是現在這個都還沒有被驗證，就是到底張又俠有沒有洩露中國大陸核武器的最關鍵的數據跟機密？但美國方面像這樣說，各方面都是保持了懷疑，還在看這幾天後面有沒有影響。如果這真的是最關鍵的原因，怎麼可能不把張又俠拿掉呢？所以現在我覺得最主要的部分，第一個沒有錯，習近平當然是大權集中，而這個集中主要在於不只是說他不容忍在道德上不能有貪腐，而且你知道貪腐就有裂縫，你貪腐可能就會被美國收買。
這樣子的嚴肅性不可能在軍委最核心決策者裡頭能夠出現的。貪腐不是道德問題，是情報跟國與國之間最關鍵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第二個，我認為在這次93大閱兵也可以知道，習近平越來越願意讓在基層戰區的那些少將、中將直接來執行最高的任務。無論打台灣，無論中美對抗，一旦發生重大戰爭的時候，不一定要像傳統，一定要有個上將指揮一大堆中將，指揮一大堆上不用。如果那些是真正有戰力的，直接少將、中將拉拔起來，这件又肯幹、又研發、又不貪腐的話，何樂而不為呢？我認為是這次整個大清掃，要把從過去戰區改變到現在，從人事操守到真正習近平在尋求真正的軍事專業、軍事人格、效忠忠誠的這樣的基本條件，才能夠在他身邊。好，習近平一方面我們看到在內部自己做軍系的一個大清掃，那現在大權在握，那接下來大家也在關心說，接下來對於台海的局勢跟這個決策到底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其實有兩個說法，第一個是說高層的震動對於台海來說是會降溫的，第二個說法是說對於台海來說反而是情勢會因此升溫。我們先來看降溫的說法，代表說解放軍的指揮鏈現在要做怎樣全部的一個全盤重整，那對台的軍事行動可能就會暫時先放一邊，先不要管。第二個事情是說，對台海情勢可能會升溫，就是因為習近平已經為未來重大行動做了一個比較徹底的清場，那軍權現在比較乾淨了，他反而會在台海上面可以更集中壓力。哪一個說法比較有可能？第一個問題請教幹哥，那第二個問題也請教幹哥，是說有人說呢，張又俠事件會這個削弱解放軍戰力，但是以台灣的國軍為例，其實也有分成5級的代理人制，所以對於解放軍來說，到底會不會傷筋動骨？這是第二個問題，請教幹哥。好，你看看哈，現在中央軍委只剩下張升明跟習近平2位了嘛，軍事委員。那你就認為說這個機器就轉不動了嗎？你錯了，完全轉得動，根本不用擔心這種問題。從那個李尚福就前國防部長啊，還有軍委苗華、何衛東等等，陸續中箭下馬，我們那時候就一直在看接下來是誰。為什麼？這些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職務，那就是宣布苟合、打仗、外交，這些人都是最重要的成員，一一下馬。接下來我們就知道說，今天張又俠可能會淪落到這一天。果然驗證了，就代表什麼？習近平主席他有一個步驟在做，只是什麼時候出手而已。《華爾街日報》這次所披露的，我覺得雖然他說我有憑有據哦。這是以前中核集團總經理顧軍他講的，張又俠涉嫌向美國可能是五角大廈啊，去提供最重要的核武設施的核心計劃。我覺得講的跟頭頭是道，跟真的一樣。但是以張又俠的身份跟地位，他可能去做這樣的事情嗎？那叫做叛國，我覺得完全不可能。偏偏《華爾街日報》竟然採用了這個消息來源叫顧軍的。我相信現在很多記者都要去找顧軍這個人，希望問問他到底究竟是怎麼回事。那不管怎麼樣，還有更扯的，更扯的說什麼？其實啊，劉振立在被捕之前啊，他已經調動了82集團軍。大家知道82集團軍是什麼嗎？他的前身就是38集團軍，打過韓戰的，是真的有實戰經驗的。調動了82集團軍，難怪北京市民現在可以在街上看到很多軍用卡車跟裝甲車在路上運動了，所以說哇，是不是中南海出了什麼事情？我告訴各位，什麼事情都沒有出，好不好？那是正常的調動而已。如果今天那個劉振立他今天真的調動了82集團軍的話，那恐怕99A4主力戰車就跑出來了。那絕對不是你可以想象說，北京現在還是一樣馬照跑，舞照跳。所以像這樣子的傳言，就像剛剛那個上次說的，這個大部分都是我們。法輪功的報紙啊，他們就是專門在散布一些這樣的東西，這些東西都經不起任何的驗證。回到問題的主題，就是說這樣子對台灣啊，就是2027年的台灣是不是會比較遲緩呢？我覺得你千萬不要這樣看，尤其我們自己台灣同胞就不能這樣看。是，今天就算是張又俠中箭落馬，然後劉振立他也落馬，2對夫婦都已經被帶走。可是對於整個中央軍委，對於整個中共的軍事體系，一點威脅跟影響都沒有。我不認為他的態勢會
變得鬆弛，而你要說他會變得更緊張嗎？也許是，因為有人說張又俠屬於鴿派，習近平屬於鷹派，這些都是揣測。不要用這種單一的揣測去二分化這樣子。我告訴各位，台灣的局勢完全要看台灣自己本身要能夠幹什麼，要能夠跟中國願意我們兄弟之邦要坐下來談，這才是重點。不要去猜測說啊會變得更好，或會變得更壞，這些無謂的猜測，我覺得根本沒有必要。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